vivo X80 Pro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还是很抢眼的，而这次它的对手三星 S22 Ultra 的表现则有点抽风，这点你们可以主要去看夜景的对比。当然，我们还测试了其他的很多环节啊，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那至于综合的表现，这两台手机哪台会更好呢？如果你们觉得 vivo 的表现会更好，打1；如果觉得三星的表现更好，打2。上期我们聊的是 vivo 新出的 X80 Pro， 它是一台在影像方面非常厉害的手机。那么今天给它找来了一个对手，三星 S22 Ultra。vivo 的 X80 Pro 的主摄就是三星给它做的。哦，对了，我想起一个话题来，现在有些人啊，一说到自己喜欢的品牌用的是别的品牌的零件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奇怪的言论。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啊，因为现在都是大家买别人的食材做自己的饭，你总不能自己吃的饭都是自己种的，肉都是自己养的吧？啊，所以这个无所谓啊。虽然说我们节目大量的时长都是在聊设备，不过我们还是一档聊摄影的节目。每期我们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拍得不好抛砖引玉，主要是吸引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的，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您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想法。欢迎收看 ZPH， 我们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 vivo X80 Pro 跟三星 S22 Ultra 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X80 Pro 后摄是4颗光学镜头，超广角、主摄2倍，还有一颗5倍的潜望式长焦。哦，对了，前面忘说了，这台 X80 Pro 是骁龙版的啊，据说骁龙版的成像会更好一些。三星 S22 Ultra 后摄也是4颗光学镜头，只不过它的长焦呢比 vivo 远了一些，它是主摄超广角3倍的中焦和10倍的长焦。vivo X80 Pro 的取景画面中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的就是前面说的4颗光学镜头。三星 S22 Ultra 的拍摄界面也是4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的也是前面说的4颗光学镜头。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简称 vivo X80 Pro 为 vivo， 三星 S22 Ultra 为三星。那我们先从主摄开始对比，这两台手机的主摄在硬件参数上可以说都比较不错啊，感光器的面积还是挺大的，像素呢是三星这边更高一些，但是 vivo 那边的光圈真的是非常大。从第一组样片上看，两台主摄的成像色彩真的是非常艳丽啊。vivo 那边的天居然比三星更蓝，我记得原来是三星的天是非常的蓝的。那么在解析力方面 ，vivo 的锐化反而比三星更重一些啊，这点我没有想到，但是解析力都还不错。主摄的边角光学质量方面 ，vivo 的表现非常不错，它的光圈又大，边角画质又好，这点很难得。大光圈对边角画质是很难把控的，但是 vivo 的主摄是光圈又大，边角画质又好，那么这点只能说供应商三星做得很到位。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样片，在颜色上 vivo 的树真的好绿啊！哎，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成像风格呢？在中心解析力方面 ，vivo 的锐化还是稍微重一些啊，但是解析力两台主摄都很不错。另外一侧的边角光学质量依然是 vivo 的表现更出色啊。两台主摄都有自己的高清模式 ，vivo 的是5000万像素，三星是1亿像素。那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像素更高的三星的主摄更有优势啊。
不过呢，这回三星的主摄出现了一次抽风的情况，就是它的移像素增强模式。在解析力方面啊，放大看确实它的优势还是很明显，不过画面有点花了吧唧的。在之前的测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近期软件升级之后，居然是有一定的几率会出现这种情况。再说超广角镜头，硬件方面 vivo 这边的感光器尺寸更大，总像素更高啊，明显比三星那边的硬件要好一些。从样片上看，两台超广角的成像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仔细看的话，三星的高光部分会显得更亮一些，但是细节还是有的。在解析力方面，两台手机除了在成像亮度上有区别以外，在光学分辨率上还是比较接近的。边角的光学质量方面，两台超广角都有所下降啊，下降的也都差不多。再看另一组对比照片，在成像风格上，这组我比较喜欢 vivo 的啊，色彩看着更厚实一些。中心解析力方面，两台超广角的表现还是很接近的。边角画质方面同样是半斤八两啊，谁也甭说谁。可 vivo 的超广角还有一个48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啊，三星这边可就没了。那在解析力方面啊，明显是 vivo 的超广角解析力更高啊，超广角的高清模式解析力更高。再说微距拍摄，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都是超广角镜头。虽然说他们用其他镜头接近被摄物体，或者直接用微距模式来拍，都可以拍出微距效果，但那些都是数码变焦的啊，画质会有损失。最好的拍摄方式就是用超广角直接拍。从实拍样片上看，三星的效果更好，用专业的词语说就是它的放大比更高。再说中长焦镜头，咱先说中焦啊。vivo 这边的中焦是2倍的光学镜头，光圈很大 f1.9， 像素很高，1200万像素。三星那边的中焦是3倍镜头，它的焦段比 vivo 更长，但是感光器更小，像素也更低。长焦镜头从参数上看就是三星的更好了。vivo 那边只是5倍的光学镜头，而三星那边是10倍的光学镜头，像素也是三星的更高。在对焦测试中 ，vivo 的中焦就是2倍镜头表现还不错啊，就是偶尔会出现乱切镜头的情况啊。什么叫乱切镜头啊？就是你看这5倍镜头的表现，在远近切换的时候，它会用不同的镜头来拍摄啊。切换镜头的时候让我很别扭。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说让我别扭，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应该对您没什么影响。那三星这边的中焦跟长焦在对焦测试中的表现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哦，对了，之前有人说是我说的三星对焦好啊，我从来没说过啊，我只说它的中长焦的对焦表现还不错。那样片测试呢，我们先从2倍开始对比。vivo 那边是2倍的光学镜头，三星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那在解析力方面 ，vivo 的光学镜头效果更好一点。那到了3倍镜头呢 ，vivo 就是2倍的数码变焦了，而三星是3倍的光学镜头。在解析力方面，三星的效果更好，而且在抠图方面 ，vivo 那个砖墙孔洞怎么都变成了纯白色呢？那到了5倍焦段又反过来了 ，vivo 是光学镜头，三星是数码变焦。在解析力方面，是光学镜头的 vivo 更好。到了10倍焦段又反过来了 ，vivo 是数码变焦，三星是光学镜头了。在解析力方面，还是光学镜头的更好啊。这两台手机的中长焦对比也非常符合物理规律。讲完了中长焦，就该讲人像了。这两台手机拍的人像都是默认用中焦镜头拍的。现在这个场景 ，vivo 拍的人有点红，但是三星那边也有点黄。可是换一个场景呢 ，vivo 的红就恰到好处了，三星还是稍微有点黄。再换一个场景，这回 vivo 的人像肤色就非常好看了，三星那边还是有点黄。vivo 的手机拍人像确实挺有实力的。从我个人的审美出发呢，我确实喜欢 vivo 拍摄的效果。再看直出宽容度的效果，第一个场景，两台手机的主摄超广角看起来都很接近，但是亮部细节三星有点过曝了 ，vivo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老实说，直出宽容度的对比，三星的表现一直都非常不错。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软件升级的原因，让三星有点抽风啊。那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此刻三星 S22 Ultra 的实力。换了一个场景 ，vivo 的主摄又有点泛白了，超广角的表现又有点黑了啊。那再换一个场景 ，vivo 的主摄泛白的有道理。树的细节更清晰，超广角的表现，两台手机都是非常接近的。那最后一个场景，两台手机的主摄表现都非常不错，超广角三星的好一些啊 ，vivo 的还是有点黑。看过上期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 ，vivo X80 Pro 这台手机的夜景表现是相当不错的，除了不能关闭自动夜景这一点以外啊，其他的我还是很喜欢的。三星的夜景表现一直是不错的，而且它能关闭自动夜景，这点我很喜欢。但是这次它居然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问题，让我很纳闷。你们注意看这段录屏啊
不管是默认模式还是夜景模式，三星在取景的时候，画面会越来越暗，越来越暗，暗到你不敢摁快门，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啊，就像犯病了一样。然后切换到超广角的时候，你会发现画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祖传神助场景也是啊，看录屏，我切换到超广角的一瞬间，画面会突然间暗下去，然后什么都看不见，这点在软件升级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最烦人的是，如果你真的等画面完全暗下去再按快门的话，那出来的照片还真的是非常暗。那我只能说，现在这个软件版本的三星真的有点抽风了。好吧，咱们看夜景对比照片吧。在这种大光比的场景下，两台手机的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都很不错啊，也很接近。但是换一个有强光源的场景，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在亮部细节上是 vivo 做得更好。虽然说三星那边是直出啊，因为只要是有直出，我肯定用直出，因为它成像快嘛。但是就算三星用了夜景模式，它的亮部细节也没有 vivo 强。再换一个大场景的夜景对比，两台手机超广角跟主摄看上去还是挺接近的，但是亮部细节就是 vivo 的好，亮度开始降低了啊。主摄的表现 vivo 的细节更多啊，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vivo 的细节更多。打开夜景模式，来到了很暗的女流氓小巷，主摄在细节呈现的差距上很大啊，超广角的差距也很大啊，都是 vivo 的好。祖传神助场景，主摄的表现 vivo 稍微强一点点，我们看的不是亮度，是细节的呈现。超广角的表现 vivo 强很多。健身器场所主摄的细节呈现差距就更大了，那超广角的也很大。最后一个也是最暗的祖传神助 Pro 场景，主摄的差距 vivo 还是强得多得多啊，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vivo 强得多得多。下面看视频录制的对比，我们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而且偏重防抖的表现怎么样？现在是两台手机主摄的表现，可以看到色彩的差距比较大啊，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我个人稍微喜欢三星一些。清晰度方面两边是差不多的。现在是超广角镜头的表现，跟主摄一样，防抖都不错，但是颜色的差距还是有啊，只是没有主摄那么大。清晰度的表现两边还是差不多。2倍录像的表现，无论是清晰度还是色彩，都是 vivo 的更好，毕竟人家是光学镜头。3倍的效果就反过来了，这回三星是光学镜头了，也是三星的清晰度更高。那么这点跟前面的中长焦的测试是一致的，只不过色彩方面 vivo 的我觉得挺好看的。5倍录像的表现 vivo 那边是又漂亮又清晰，但是防抖没有三星的好。10倍录像的表现就没有悬念了，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都是三星的更好。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 vivo 那边看起来稍微亮一些，但实际上两边的亮部跟暗部细节的呈现是差不多的。如果从防抖上说呢，三星的表现还更好一点。超广角的表现 vivo 这边的防抖很不错，但是细节的展现没有三星那边高。三星的防抖不行啊，也就是说如果都站着不动拍的话，可能三星的超广角会好一些，但是走路拍的话是 vivo 的更好。女流氓小巷这个最暗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上一看就是 vivo 的更好。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就说半斤八两吧，也不用挑出哪个更好了。硬件方面就是处理能力方面，两台手机应该是差不多的，都是最新的骁龙8平台，这就谁也甭说谁。正面屏幕显示效果方面，反正都是三星的屏幕，都是2个屏，效果都还不错。但是三星自己的屏幕还是要更好一些。厚度方面是 vivo 的 X80 Pro 更厚一些，三星也不薄啊，但是稍微薄一点。虽然说 vivo 这边更厚一些，但是它的手机更小。如果您的手小呢，那肯定是它拿起来更舒服。整体的工业设计造型方面，那就看大家更喜欢哪边的造型了。就我个人的审美呢 ，vivo 这个造型我还是不喜欢。行吧，那工业设计硬件就说这么多吧。毕竟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我们就总结一下这2台手机在影像、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整体对比结束后，可以发现 vivo X80 Pro 是一台在影像上很不错的手机，而三星 S22 Ultra 则有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意思。主摄的表现上 ，X80 Pro 的光学素质更好 ，S22 Ultra 的高像素解析力更强，但是它的高像素增强模式有点小抽风啊，这点前面已经说了。超广角的表现 ，X80 Pro 的更好，主要是高清模式解析力更佳，微距的表现是 S22 Ultra 的更好。中长焦的表现 ，S22 Ultra 更好，它的对焦能力更强，中焦稳健啊，长焦更远。人像拍摄 X80 Pro 的更好看。直出宽度的表现，两台手机都不错，但这次 X80 Pro 的更好一点。S22 Ultra 的亮部细节在一个场景中有失误啊，没有保持好自己的传动强项。夜景的对比中 ，X80 Pro 除了不能关闭自动夜景这点让我不满意以外，其余的表现可以说是碾压 S22 Ultra。
而且 S22 Ultra 还出现了取景器逐渐变黑，并且确实影响成像效果的问题，这点很不应该啊！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录像的表现，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两台手机都很不错，但是极暗环境 X80 Pro 的表现更出色。OK， 到结尾了，希望上面的内容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